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1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在上周的周复盘视频中，阿哲有讲到美股走到这，清仓观望是不错的选择。而本周美股震荡运行，方向不明，但在日线和周线上都出现了三小顶信号，所以阿哲认为下周方向将会产生，而且很大可能是向下的。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美谈判。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17期。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在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目前美股的指数方向是如何呢？阿哲会通过3个方面。第一个会讲到三小顶和决策阴线，这是在阿哲上期视频之后最近产生的这2根 K 线的一些形态。而后会讲到我们一直跟踪的标普9涨操盘思路目前进行到了哪一步。最后呢，会讲到指数当中周一的日内撑压。在周一的时候，美股纳指它的日内它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位是具体哪些点位。在了解完指数的环境之后，我们再看到特斯拉、英伟达、SQQ、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具体的交易策略的分析。其中呢，我们特别要关注一下，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特斯拉处于震荡的下沿，而后会产生反弹。最近2天特斯拉产生强势的上涨，那么这种强势的上涨会否让特斯拉从反弹走向反转向上？会不会从震荡走为重新的上涨呢？这个我们到时候会重点去讲解。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一句，因为阿哲视频当中讲到的标的和内容都比较多，所以花费的时长一般会偏长。这种长视频，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不太适应，阿哲建议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这一个小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阿哲所标记的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在点击对应时间轴之后，您可以看到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当这里阿哲要提醒，除了个股您可以去跳转去观看之外，关于指数方向大环境的分析，希望您能够认真的从头看到尾，因为这才是最为主要最关键的一部分，也是阿哲每期视频会放在第一部分，并且着重花大篇幅去讲解的部分。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阿哲要讲一下有关三小顶和决策阴线这2个小知识点，它们都是 K 线上的一些交易点位。我们先讲到决策阴线，决策阴的识别比较简单，只要是一根放量并且是上涨回落的假阴线，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上涨的，但只是呢它收了一根阴线而已，而当天底下呢是放量的 K 线，这种叫做决策假阴线。而现在我们来看到前期所出现的决策假阴，是不是每一次阿哲都有讲到这些决策假阴的产生，而每一次我们的应对策略都是一样的。当发生决策假阴线，出现了放量冲高回落的这种上涨阴线之后，我们后续的看待它的方向就是价格的实体的上沿，也就是阴线的开盘价格和阴线的收盘价格作为关键的区间。如果后续有收盘跌破决策假阴线它的收盘价格，那么后续则是看跌的。而如果后续的走势是突破了决策假阴线它的上轨，也就是这根阴线的开盘价格，我们说未来要看涨，这是通过短线上决策假阴能够去分辨的一个短线方向。前期出现这一个决策假阴以及这一次的决策假阴我们都有谈到，那么目前又再次出现了。昨天的纳指上涨好像是 0.1%， 整体是上涨，而后下方是放量，所以它属于决策假阴线。那么就股价后续究竟是突破这根阴线的开盘价还是收盘价，我们就决定它是选择方向向下，亦或者是方向向上去进攻170天均线，这是决策假阴线的一个使用技巧。同时在这里有一个共振，就是同样在周四的这根10日线阳线处出现了三小顶。我们看到前期的这个点位，当时这里我们就是用三小顶去进行逃顶。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还记得吧，当时在出现三小顶之后，我们有讲到要去卖出，这里呢是一个反弹高点的可能性是极度的大，因为在熊市行情弱势反弹，三小顶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卖出的技巧，或者说一种风险的提醒信号。当股价出现了连续的阳线，最少是3根，而在第3根阳线的地方出现了实体比第2根阳线有所缩短，缩短的幅度越大，这说明上涨动能衰竭的越厉害，后续越容易见到反弹高点。
当市场出现一根阴线进行跌破3号 K 线的低点的时候，这种叫做确认的阴线，那么确认后市确实下跌而高点形成。3小顶的产生一般来讲有2种卖点，如果是您确定目前是一个弱势反弹，那么出现3小顶直接可以作为卖出。所以当时这里反弹到这里，我们直接在这根阳线的位置就提醒有风险了。而像这一次它的上涨比较强势，所以它已经脱离了弱势反弹。那么在这里所出现的3小顶是否直接卖出呢？就看个人的风格，但它一定可以成为一种减仓的信号。而第二天出现决策的阴线，其实也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去卖出手中的筹码。当然了，如果您是做空的同学，在这里呢就继续观望。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图板，阿哲呢用过往的行情给它去分析一下有关于3小顶所产生的一些位置。像前期高点20204.58，纳指的高点，当时24年12月18号产生，然后出现下跌。在这种熊市下跌当中，它产生了很多次的3小顶，最近是不是又出现了？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比如说这一个3小顶，它产生在反弹当中，是不是第3根 K 线比第2根 K 线缩短，然后下跌破位？所以这里是不是也为一种反弹的高点信号？价格这一波也是上涨，出现3小顶，然后出现阴线，出现了几天调整。包括这一波股价的上涨也出现3小顶，然后破位，后续产生下跌。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地方所出现的3小顶。一般如果是弱势反弹出现，你可以去进行减仓高抛，亦或者是相对保守的同学可以等待它收阴跌破再去卖出也行。所以目前所产生的3小顶，我们依旧呢按风险来对待。这根 K 线，这根阳线后面收了一根阴线，但它不是下跌的，所以相对风险还不是释放的特别明确。所以我们在这种位置作为减仓信号。当然，因为我们上周已经讲了要清仓，多头目前呢还不是进场点，所以当前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多头仓位的。而这里的空方明确信号，对于右侧投资者来讲，就是一根阴线，把决策假阴以及把这一根3小顶的最后10日线给跌破，那么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反弹高点的信号，这里就是风险释放点，也是空头加大筹码的地方。以上就是阿哲简单讲解了一下3小顶和决策阴线的一个使用条件和它的一个确认信号。接下来我们看到9涨操盘思路。所谓的9涨操盘思路，是指标普前期所出现的9连涨稀有行情。这种稀有行情在之前是很少出现，而一旦出现，我们可以作为一些考量和操盘的参考。曾经呢，在93年2月4号、95年9月14、04年10月5号和最近的25年的5月2号所产生。而产生9涨之后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最后的一根上涨阳线为关键的区间。比如在93年2月4号所产生的这一根阳线，是不是最后一根上涨？如果它被跌破，那么就说明回调要即将产生，它的空间会看到4号 K 线的低点、9号 K 线的低点作为后续的支撑。包括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号 K 线，后续价格是不是出现调整？那么发生调整之后，价格虽然有所下跌，但是不是整体没有有效跌破1的最低点，以及它没有去有效跌破4的最低点。虽然盘中呢有时候会有下探，但整体是没有去收盘跌破4的低点。所以4号 K 线的低点也是作为重要的后续的支撑。而像04年的10月5号是最为强势的，因为后续3天的阴线调整都没有跌破1号 K 线的最低价格，所以后续股价再次越过1的高点产生上涨。所以目前的行情也是如此。在今年我们25年5月2号纳指实现9连涨，那么在9连涨后最后一根 K 线就是上周周五的最高价格，而这个高点将会是一个压力。股价后续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强势突破，那么这里将是一个顶部形成区间，后续有调整的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布局我们的空头仓位，亦或者多头怎么去做止盈后的离场呢？除了刚才的3小顶和决策假阴线之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的因素。价格如果有效跌破1的区间，我们上期视频讲到2天的阳线跌破不算有效跌破，在反弹之后如果再跌破，就是一个特别有效的跌破的提醒。正常如果在这里出现了抛压不强的话，1号 K 线的阳线不应该有压力。而最近在周四周五所产生的2根 K 线3小顶决策阴产生之后，我们就知道了1号 K 线其实它是有一个压力的，而这个压力目前没有突破，整体的股价还在1的区间之内，所以方向在本周是没有明确，而它这种情况不可能保持太久，所以下周大概率就会产生方向，而且大概率周一就会产生方向。
目前通过3小顶决策假阴以及1号 K 线的冲高回落的压力表现，所以阿哲认为从股价反弹后遇阻再次跌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作为多头来讲，如果出现跌破，那么就应该选择把你前期所获利的筹码，哪怕你说阿哲前面你所讲的风险点减仓点我都没有卖，好，那么直到这个位置开始，确实应该要做出减仓开始的动作了。那么如果您是做空的同学，这里我们就依旧讲一下仓位的分配，因为你不可能说股价涨到这里很强势的上涨，一出现顶部信号你就满仓做空，那么一不小心打止损怎么办？你就会亏损很大。所以仓位我们需要做一个比较合理的分配。正常我们所说的空间就是1号 K 线的这根 K 线，以及1号 K 线到4号 K 线的这个空间，还有4号 K 线到9号 K 线的这个区间。很明显，它越是往下走，空间会越大，那么空头的胜率会越大。那么就是越往下走，你的仓位可以越是增加。你可以按照比较简单的，比如可以按照1、2、3来去分配你的仓位。在股价处于1号 K 线附近滞涨而后回落时，您可以用1成仓位去把握空方的一个方向。而假如出现有效跌破1号 K 线区间之后往势的方向去走，那么可以增加仓位到2成或者说3成。那么再以此类推，在出现跌破4号 K 线之后，可以再增加我们的2到3成，去进行4号 K 线低点到9号 K 线低点的空间，这样子的一个金字塔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加仓。当然，如果您想更加轻松，你也可以每个区间放2成仓位，也是一样的。但整体呢，不建议呢去超过6成仓位，要留有一些现金来防范一些意外的情况。这里阿哲提醒一句，永远不要在股市当中满仓的操作。在一笔交易或者说一个方向当中，6到7成仓位已经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极限仓位，千万不要满仓，全部资金都投入到某一个交易当中。而对于空头的止损，就是每一次跌破某个支撑位之后的反向行为。比如说，在1号 K 线区间，如果我去做空了，那么的止损位就是当有一根阳线收盘突破1号 K 线的高点，那么就应该做止损。而跌破1号 K 线的低点则进行加仓，这是我们去关注的关键点位和仓位的分配，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最近呢，对于9涨的一个操盘思路，我们是不断的在进行延伸。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把仓位分配做一个补充。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关于 K 线3小顶决策假阴以及连涨的9涨操盘思路的讲解，希望以此能够让各位观众们对于当下行情 K 线上的分析有一定的了解。如果您是老同学，收听到这里，那么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裕，那么也希望您能够花一些时间在阿哲视频底下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感谢老同学照常的点赞和评论支持。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点击阿哲视频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在未来，您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打开，那么未来每一次阿哲发布视频，那么你会第一个首先最早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和观点。感谢老同学的点赞评论和新同学的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小节，关于日内的撑压，在周一的时候，纳指的日内支撑和压力有哪些，以及当下在短线多空上红绿灯究竟当前是绿灯还是红灯？我们来到这个图板，在这个图板的左侧有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呢是阿哲在5月9号所发布的盘前解析，我们可以认真来看一下。只要您是今天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未来在一段时间内，您可以免费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能够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信息。它其中呢会有阿哲一些指数的观点和一些关于指数个股的点位判断，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这些盘前解析呢会比阿哲的视频可能更加提前和及时，能够告诉您一些关键的观点。比如说在昨天，阿哲就有在盘前讲到，因为指数在目前还是没有突破1号 K 线阳线的高点，也就是说是上周五的高点，不管是纳指还是标普都没有效的突破，这还是在领导人喊当的情况下，所以多头已经不如之前那么强势，而尾盘保持同样的节奏，又是一个跳水。最近在这一周内，每出现低开高走，尾盘都会出现跳水。这种跳水行为，很多时候就是说明大家对于未来不是很有信心了，所以不敢留有太多的过夜的仓位。包括这种跳水，也有可能是一些资金暗中的离场行为。
所以周四的 K 线出现了放量高位十日星，同样我们结合两指数出现了三小顶和放量的十日星，所以这里依旧提醒是上涨为高抛点，要寻找转弱的做空点。在空方止损上，依旧是上周五高点被收盘突破，而空方的加仓点是周五收实体阴线。虽然说本周五是实体阴线，但却是决策假阴，所以效果呢弱了一些些。当然最好的是跌破三小顶最后一根 K 线的最低价格，这是在昨天周五盘前的一个观点和解析。那么底下就是我们本节的一个关键的点位测算环节，阿哲呢会把每天盘中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告知各位，而后让大家能够在盘中有所依据。一般呢会把纳指、标普和英伟达等三只标的都作为一个预测的高低点压力和支撑告知各位。而我们通过每天盘中的表现以及收盘之后对于压力和支撑点位的一个测试，那么可以知道当天的短线多空它们的强弱之分。比如看到右侧的图表，在右侧图表当中，它是属于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昨天纳指的日内撑压是多少呢？是不是跟阿哲盘前给的点位是差不多的？最低点也就是预测的低点是17852.072。而如果你昨天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最低价格，是不是达到了17853附近？是不是这属于一种日内可以给到你支撑的提醒？而昨天的高点是没有碰到的，所以按照这种比例来讲，昨天主要是空方占优，因为市场呢没有碰到高点，没有去试探高点，而是往下去试探支撑，整个价格的 K 线都在这个空间当中的一半之下，所以整体是空方占优。但是因为它的收盘价格有支撑，没有整体收盘跌破支撑，所以空方虽然占优，但是空方的力度还不足以扭转态势，所以这是一根决策假阴线，方向依旧没有决胜。我们看到前期的 K 线上，是不是有些 K 线有标记着红灯，有些 K 线所标记的是绿灯，它们是什么含义呢？如果当天 K 线是红灯，则说明阿哲当天给到的预测日内的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那么它就是一个红灯。如果是绿灯，则说明阿哲当天给到的预测高点的压力被收盘突破了，说明它是一个绿灯。一旦跌破日内给到的支撑，就说明空方比较强；如果突破日内给到的压力，就说明多方比较强。最近的这2天都在一个当天撑压当中去进行一个徘徊，所以从本周的这一天开始，这个低点开始，是不是这3天都是在一个多空的高低点当中去运行？所以它是没有颜色、没有灯的。那么你就依旧保持着前期的观点，在这一天红灯之后，后续的上涨都为反弹，因为他们没有一天出现了突破压力，所以没有一天属于多头强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依旧属于一个反弹。那么前期的绿灯后的红灯的卖出信号，就目前依旧有效。对于个股来讲也是一样的，前期出现绿灯后的红灯，只要后续没有产生绿灯，还是红灯和无灯状态，就依旧属于看空的方向。只是在多头的力度上会有所不同的差异，我们在后续个股解析当中也会通过这一点来研判当下的一些强势股和弱势股。那么接下来阿哲要给到我们周一的预测点位，现在你看到这一个文字，纳指周一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17937.875，低点支撑是17620.585。关于这2个点位，你可以简单的在日内通过支撑和压力去进行使用，也可以通过阿哲这种红绿灯的方式去观察，在下周如果跌破这个低点支撑，就会是红灯。那么在反弹当中，无灯反弹当中再次出现红灯，是不是也是向下去运行的一个方向，重新回归下跌？而假如它能够产生绿灯，结合决策假阴后的突破，那是不是方向在这里已经抵消了绿灯后的红灯影响？所以下周周一如果有绿灯，那么就向上去看；如果为红灯，那么继续往下去运行。当然它也有可能在这2者之间保持依旧的无灯状态，那么就未来每一天关注阿哲给到的关键点位。在这里呢，阿哲告诉大家如何去每天领取到这些关键点位以及盘前的解析。首先您必须要是今天订阅阿哲的同学，如果您目前还没订阅，那么赶快点击订阅阿哲频道。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可以打开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的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您点开那个评论，里面有一条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的链接，那是一个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找到助教之后，您可以告诉他您需要的是什么，
这里阿哲比较建议您可以比较简单直接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比如说您发一个盘前给助教，那么助教老师收到之后就会知道了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同时您需要未来能够收到盘前解析，他就会告知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领取到这条信息了。对于刚刚订阅的同学，阿哲也很希望这条盘前解析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当然这里呢要提醒一句，单纯通过盘前解析的这些文字，它可以对你实战呢可能有一些提醒，但相对于您真正的学习上的进步，技术分析的整体使用和知识的一个掌握，通过文字可能还不太够。所以对于我们真正的爱学习的粉丝同学，我们还提供其他的学习的路径。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只是对于实战当中我们可能去跟踪的一个方向，而更多的您想要掌握更多知识和更加实战的内容，那么可能需要听一下我们的进阶知识课程内部的专题的直播课程。对于我们频道的粉丝观众，每一周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专门安排主题班课，针对当前行情去讲解最为合适可能更加贴合的一些方法和技巧。所以如果您除了盘前解析的文字之外，想要更进一步学习的，可以参加我们的内部直播课，这个只要是粉丝观众也可以免费报名参加。同样的，我们还有提供粉丝的学习小组，您只要是真正热爱学习，能够在技术分析上花时间，跟阿哲呢属于同道中人，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是欢迎各位能够加入。在学习小组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知识都能够进行一个答疑。不过这个群组的人数是相对有所限制，不会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所以哪怕你是粉丝订阅观众，也有一定的筛选的门槛。那么这个门槛其实也很简单，您必须要认真的听过一次内部直播课，说明您确实能够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和研究的心血。您只要能够完成一次内部直播的课程观看，而后完成一次课中老师所布置的作业交给助教老师，那么合格的作业就代表您确实花费了足够的精力去进行学习。好，那么助教老师就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领取到这些福利，在阿哲频道当中能够学有所获。感谢各位同学的点赞、订阅、评论支持。现在我们看到本周的课表，如果您选择要参加内部课程，那么您可以跟助教老师发送一个报名参加的选项，除了发送盘前之外呢，您可以再发送一个报名的文字，那么他会知道您需要我们每周的这个内部课程进行学习。这个课程只要您是去报名想要参加，那么就能够进行收听，至少本周我们订阅同学都能够参加。在香港时间早上的10点，我们从5月13号开始，3、4、5、6，也就是下周的周2到周5这4天时间。而对于本周的内容，我们主要针对龙头个股的底部、龙头个股的回调和龙头股的中继、龙头股的反转等进行一个研究的方向，为大家去提供当下行情龙头个股的一个操作的手册，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一些帮助。接下来我们对于第一部分指数的分析有所了解之后，我们要看到第二部分。在第二部分，我们要讲解有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那么第一只个股，我们看到特斯拉。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特斯拉的运作当中呢，是不是在回踩 229.201 之后产生了这一波反弹？这一波反弹呢，在 287.13 处呢出现了一个震荡，而且震荡时间还蛮长的，接近了2周的交易日。所以之前我们说在这里呢去进行一个交易的性价比是不高的，直到上期视频阿哲才讲到短线的做多机会是不是这个低点后的反弹的一个空间。当这一波反弹也算是超乎意料的强势，那么在这种强势反弹之下，它是否能够改观阿哲对于它的看法，未来能够看涨呢？这里其实有点可惜，昨天所出现这根大阳线或者说拉升的动作，它产生的时机不太对。如果是在之前的某一天产生，比如说在这一根阳线之后立马就出现，那么效果会更好。但它昨天出现之后，很多个股并不跟随，资金也没有去进行配合，所以昨天就导致一种尴尬的局面，只有特斯拉在明显的上涨，很多个股其实都是在震荡在回落。所以这种情绪之下，它就出现了回落，而并没有持续的高昂的上涨。最后股价的一个高点是差点碰到170天均线，但差一点点，而后回落，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所以目前的股价虽然突破了 287.13， 但因为当天的涨势过猛，所以来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就跟之前这一根阳线有点类似。
它虽然突破了257.34、267.92，但这根阳线是不是一下子就到了287.13？所以当时走到这里，我们说你就不应该去随便做多了，这里就没有太多意义了去做多。那包括这根阳线走到这，其实也是如此的。前面低点如果您去做了反弹的，那么现在出现这根阳线之后就应该高抛了，因为这根阳线虽然突破了287.13，但又是高点来到了170的均线压力附近出现了回落，就很尴尬，空间一下子走太多了。而在一个空间压力上出现冲高回落，明显的回落之后，对于前期短线博弈反弹的同学，是不是应该进行了结兑现了呀？所以当前的特斯拉空间上还是处于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特别它上涨的时机很不对，在指数相对环境一般的情况下，比较观望的情绪下出现了拉升，所以它并没能够持续保持。我们再看到30分钟的走势，上期视频我们说这个低点的位置，为什么30分钟能够看一波反弹呢？就是因为170的均线和270.79在这里构成了震荡区间的下沿和它的一个支撑区，而这一个位置在理论上短线技术分析上这里就应该有反弹，只是我们说要观察反弹的力度。那么反弹的力度怎么看呢？50%的空间能不能够过？如果能够过，那么是不是力度就还不错？如果50%的空间都有压力，那么迟早要有效跌破170。而最后你会发现周四的行情走势出现了突破而后回调，在周五开盘出现了大阳线的上涨，而这个上涨打到了前期这个低点还有这个低点所延伸的一个趋势线上，而这个趋势线呢，当时是一个上升三角形的下沿，目前出现了跌破这根趋势线之后的反抽，而反抽呢出现了压力，再次回落，所以当前这里作为短线从低点反弹之后的一个高抛点。那究竟未来这个中继阶段会不会产生继续上涨？那么关键来了，这一波股价的回调是不是前面的高点它对此做一个测试，能不能有效突破？当前的状况比较好的就是它这个测试的 K 线基本是小 K 线，没有大阴。你要关注一下，在这里千万不要再出现类似于前面的这种阴线，不要突然之间有跳水的动作重新跳回来294.78，如果出现了，那么这个地方就依旧回归在震荡区间，它只是一个震荡区间中的毛刺。那么一旦往下跌破，那是不是说本次的突破则为无效，而不是中继转为上涨？那假如它不是出现跳水重新回到这个震荡区间，而是30分钟再次产生一个上涨，能够创出这个高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它这里属于震荡后的上涨？那么就彻底再次的往上去看上涨空间了。当然了，这里如果您更为保守，您同样也可以关注好170的均线在日线上的一个压力，关注它的一个有效突破与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动能 K 线、BBD 以及龙头引力，这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最近的上涨当中，它是转为了短线的强势个股，因为它有2天的绿灯，而纳斯达克指数它目前是处于红灯后的震荡反弹当中，所以整体特斯拉是有2个绿灯支持，所以它整体呢要比英伟达是强势的，比很多个股也是强势的。因为最近很多个股其实是没有2个绿灯的，而它出现了。底下的资金呢是差一点点能够去下穿变盘，但是没有，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而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的变盘 K 线是它呢后续也被突破，所以走到这里，哪怕对目前的市场环境阿哲不太看好，但是也要提醒一句，这里的特斯拉最多就是冲高获利兑现，但走到这已经不能够作为做空的首选标的了，我们最好找目前的反弹弱势股去作为后续指数真正走弱之后的做空方向，而特斯拉最好还是暂时再观望一下，除非后续出现红灯 K 线。所以从 BBD 资金以及动能 K 线上看，目前都属于右侧强势，而在龙头引力的交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龙头线显示 49.276 已经接近于 50%， 也就是这个50轴，50轴呢属于波段的熊市的高位。正常一个熊市反弹当中，如果到50轴的位置，它应该属于一个高位了。BBD 呢测的是一个短线高低，而我们的龙头引力测的是一个波段的高低。所以当前的特斯拉略微再上涨一下，或略微再涨一涨，基本龙头线就上穿了。那么那根 K 线属于中期的波段的关键变盘点，也就是说，周一如果再次上涨，特斯拉
那根 K 线的高点将会形成另外一个中期的压力。而我们通过这个图板再看到特斯拉的30分钟，是不是底下出现了聚宝盆低洼区之后，再结合震荡区的下沿支撑，出现了这一波反弹。而这一波反弹价格走势启动之前，是不是这一天出现了 BBD 的下穿低点变盘？最近的上涨虽然走势很强，但还没有到一个相对高的一个风险区。像前期的这2次加速后的高点，其实都出现了白色块，也就是说龙头引力到了一个高位预警区，波段高位。目前呢是还差一点点，所以这里正常来讲，应该跟我们的日线判断是一样的。再出现一天的上涨，或者说略微向上反弹，就差不多了。大概呢应该是 306.95 之下再来一波反弹，那么差不多会出现日线的一个风险 K 线。而最后呢，我们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它的动能 K 线下周周一的关键预测高低点怎么去看？在 294.13，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在 311.17， 股价如果收盘突破这一个高点压力，那么就是继续的绿灯。而假如突破的，假如未来在某一个，而如果收盘价在下周周一跌破 294.13， 就是红灯。绿灯之后如果转红灯，那么日线级别直接产生做空或者说看跌的信号。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说过116作为临近的压力，这一根消息面所导致产生的强势阳线，虽然走势强势，但是它大部分的 K 线实体在116之下，所以它对于116的突破不算是很有效。那么后续是否能够判定有效，我们需要关注它会不会去跌破。而当前3天的时间都收盘在这之上，而且后2天都是小 K 线，所以这一波股价的走势越来越靠近有效的突破。同时，如果在116的位置产生回落之后，再次的反包阳线，我们是不是往上再去看到 120.734、124.768 以及170天均线的位置？所以当前这里呢，英伟达不能作为看空的首要标的，哪怕指数后续走弱，真的出现看空的方向，特斯拉、英伟达等这种不明确的还有强势支撑的个股，不能作为首选的看空标的。不是说指数如果回落他们不跌，而是如果让你去选，那么选一只强势的个股和选一只弱势的个股，如果做空来讲，是不是选弱势个股会更好一些？比如说像之前的谷歌、像 SMCI 等等偏弱的个股，是不是更加会利于做空的投资者？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而图表当中所出现的关键 K 线，我们看到底下龙头线目前是上穿了0轴，它比特斯拉是不是早走了一步？我们看到哪一天是上穿呢？这一天5月8号的时候，龙头线呢是 52.571， 也就是说在波段的本次上涨反弹当中，这一波波段的上涨在熊市的范畴当中，5月8号这根 K 线就应该是理论中的高点变盘，因为龙头线是一个上穿了，反弹上穿了，只要是熊市，那么这根 K 线就是波段的大压力点。所以我们把英伟达这一天作为关键的高点的压力，价格只要不突破它，就类似于刚才我们所说的116作为支撑，这里如果有一个反包 K 线能够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是不是重新往上去看空间？而假如这根 K 线的高点没能突破，反而跌破这根 K 线，那是不是顺势会共振产生跌破116？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这根 K 线被跌破，那么我们是看跌英伟达的。在短线上 BBD 呢倒是没有产生太多的提醒，因为最近的资金在发生震荡，所以关键点呢就看这一根上穿龙头线的这一天波段的高点变盘，它的这个级别呢会比 BBD 要更大一点点。而我们也看一下在周一的时候关键的预测支撑和压力，在前期5月7号出现了绿灯之后，它没有产生连续，没有像特斯拉那么走势强劲，那么回落过程当中如果出现红灯也是要小心的。在周一的时候，关键的预测低点的支撑是 114.42， 而高点的压力是 117.44， 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呢，我们看到 SQQQ， 目前所看到是 SQQQ 的空间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 30.55 出现了反弹之后一直都是阴线，而且 30.55 呢没有收盘突破，所以这里呢很容易是一次失败的向上的上通，所以这一次的反弹很容易呢在这里受阻。最近出现了一个回落，但是没有跌破前期的低点，而出现了略微的下破。这种下刺的动作我们曾经说过，
叫做清扫前方的一个流动性，在趋势的角度也可以叫做破底翻。那么这种小级别的破底翻是否能够形成有效呢？这里给大家去说一个确定条件，就是股价如果出现破底翻 K 线之后，它在我们的内部财神学院也讲过这个技巧，叫2B 分型。我们需要有一个下格收盘收阳突破这个关键的清扫流动性的 K 线出现突破之后呢，它才能够确定这个流动性清扫成功，而后也可以确定确实是破底方，那么价格看涨。所以接下来 SQQQ 它的一个买入条件，首先看2个，一个呢先看纳指，纳指如果有3小顶的破位确认下跌，或者说决策假因的下跌，那么会更好。第二点就是 SQQ 单独来看，最好有一根收阳的 K 线突破左边这根10日新的高点，那么我们认为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这是单独利于 SQQ 的一个看法。突破则确定破底方成功，那么看涨。没有出现之前呢，不要随便去买进。阿哲发现这一波单边的下跌，很多同学会喜欢去提前买，但是有点太左侧了就不太好。我们不是说左侧不好，而是左侧有时候是机构的手法。散户投资者在合理仓位分配下，你可以在某个区域去左侧买进，但前期这种单边下跌加速下跌就没有必要左侧提前去买了，而且还是左侧很大仓位去买，那样的话呢，很容易被套住。那么走到这里，我们等多一个信号，就是突破，一旦突破，这里作为买点，而当前还没有，只是呢一个破底方的雏形而已。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的角度，目前我们所看到是 SQQ 的图表，你会发现底下的龙头引力是不是进入到了这个低洼区，也就是这根红色线之下。而你看到前期进入到红色线之下所产生的低洼期是前面这个低点，产生了一波上涨，而后在上财童子出现高风险区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个回调。这一波高点呢是接近这一个相对的高风险区，而后产生了下跌。所以一旦龙头引力出现在了一个高位或者说低位，就是一些波段的高点低点产生的一个机会。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就是即将产生波段低点的区域，所以这里呢会不会产生波段低点？阿哲认为是会的，但是这里能不能买进呢？阿哲觉得目前还差一个确认的 K 线，就是刚才所讲的那根仿包这根10日新的 K 线还没有，就要小心。而通过 BBD 来看呢，最近的变盘 K 线呢就是这一根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也是最近所产生的。所以这根 K 线它的低点、它的高点是不是作为一个观察点，也跟我们刚才所画的压力区间有点类似。而最近出现了反弹之后又再次的跌破，那么这种跌破是阳线跌破，所以不算是很有效啊。在我们最后这一天还差点站回来了。我们接下来也看一下它的红绿灯的表现，在周一的时候关注它的高点压力是 29.44， 低点的支撑是 28.49， 关注这2个点。以上就是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 的3个维度的分析。第3部分开始，我们会讲得更快一些。阿哲呢，主要会通过刚才所讲的一些指标、一些技术面来讲解这些个股，不会像前方那些标的那么仔细。我们第一只个股先来到阿斯麦的分析。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阿斯麦的图表，在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出现了一根红灯 K 线。在指数和很多个股还是绿灯或者说无灯状态时，它又产生了一根红灯 K 线，所以阿斯麦整体的波动性呢，空头还是蛮强势的。在前期出现了聚宝盆之后，它哪一天出现了上穿50轴呢？是不是更加强势？是在这一天出现的。好，所以这一天呢为波段的压力点位，股价在这一天突破之后，目前要产生一个回撤，对于这根前期50线的变盘点要产生回撤，因为它出现了一个无效的跌破，而后产生一个突破之后，目前回撤一下。在回撤过程当中，如果是跌破这个关键的50轴的 K 线，那么后续，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风险会继续延续啊？它依旧呢是一个波段的高点区域，只是这里呢出现了一些波动的震荡调整。而假如阿斯麦在回撤过程当中，在前方波段的50变盘的点位上，如果能出现绿灯，或者说再次的启动，那么阿斯麦将会由弱转强。目前在日线的关键支撑，我们就看到当时5月5号这一根 K 线的区间。而同时你也可以关注这里会不会出现红灯后的转绿，如果红灯后转为绿灯，是不是阿斯麦又会开始会由弱势空头极强转为多头极强，那么一样的依旧向上看涨。
价格周一的低点预测是 701.75， 而高点的预测是 708.36， 关注这两个价格。在出现绿灯之前呢，因为目前是红灯，那么就千万不要随便看涨。只要是红灯 K 线，那么这里就保持方向的回落，除非出现某一天产生绿灯 K 线再看涨。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AVGO 博通。博通呢，就相对于阿斯麦来讲，是不是短线上就还算略强一点点？因为它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红灯 K 线。那么红灯 K 线没出现，但是有一根变盘点，前面这里呢是 BBD 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所以这一天为变盘 K 线，为 BBD 的短线变盘。价格如果后续跌破这个10日线，那么哪怕没有红灯，也要小心它的高点变盘，至少是一个短线的高点变盘。而我们同样看到50轴在波段上的关键 K 线是这一天的10日线，它同时也是底下 BBD 的变盘 K 线，所以这一根10日线呢是非常关键的，它又是短期的曾经的变盘，也是波段中期曾经的变盘 K 线。我们把这根 K 线呢作为一个区间，它如果选择跌破这个区间，那么向下的支撑将会看到这个空间去产生支撑。而如果博通连上方这个短线的变盘区间都没跌破，而是向上突破，那是不是博通将会比较强势，依旧呢能够去看涨？同时，我们结合一下红绿灯来判断，这里是绿灯后的上涨，还没有红灯。那么，如果下一次出现红灯，那么是不是大概率要回撤当时这一根中期的承压位？所以，当前我们看一下周一的预测高低点，周一的低点是 207.36 作为支撑。高点是 210.8 作为压力，这是博通的分析。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APL 苹果，苹果依旧保持弱势，但是它前期呢这一天有下穿 K 线，下穿 K 线之后，也就是有可能是低点变盘，因为是 BBD 的使用技巧。当出现上穿时呢，有可能是高点变盘，特别是上穿 K 线结合一些其他的短线分析，比如说决策的一个阴线被跌破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位置更容易是回落？而价格下穿这一天是下穿，那么就是一个低点变盘的可能。低一点目前没有被跌破，出现长下影线之后反弹，但反弹呢都是阴线，所以很弱，没有绿灯。在红灯之后没有绿灯，就说明它的一个多头的力度呢还是比较弱的。底下现在这里是一个转绿转为流进，所以这一天也为变盘走势，但因为它两者的一个整体的波动是在同一个价位，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改变这个关键 K 线了，依旧看到这一天的下穿 K 线，股价出现阳线上破才能够看涨，有绿灯就会更好。如果出现下破呢，那么就继续往下看，有红灯效果会更好。我们看到下一根 K 线周一时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在 198.032， 高点的压力是在 201.037，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eta 呢跟阿斯麦一样出现了红灯 K 线，前期出现了由红灯转绿灯，我们说这是可以作为一个买进信号，但是因为指数的环境原因，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去持有多头仓位，或者说哪怕有买进信号也不要买太多。最近呢也算是暴露了 Meta 其实也不算很强势，出现了回落，也就是说它再次在最近产生了比指数弱的表现。短线上 Meta 不作为做多的标的，但是它可以作为空方能够去看的标的，因为只要指数没有产生红灯，而个股有产生红灯，比如说阿斯麦和 Meta， 我们看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标的，包括苹果，是不是都可以作为空方？未来指数有看空方向时，你可以去选择做空的一个方向，去考量的方向，这些是不是比特斯拉、比英伟达、比 MSTR、PLTR 等个股去做空要好一些呀？而我们看到底下上穿的50轴 K 线，是不是刚好就是在本周的周五，它是 50.873， 所以这根 K 线呢，又是波段龙头引力的高点变盘，又是我们所说的红绿灯的红灯，所以效果呢会好一点。所以 Meta 这里呢是一个高点的概率还是蛮大的。所以在这里，阿哲把周一的关键高点和低点给大家去讲一讲。只要下周周一不是出现绿灯 K 线，那么就依旧维持看跌 Meta， 它的低点支撑是在 584.466， 而高点的一个压力是在 599.73。下周一，除非 Meta 突破 599.73， 构成红灯后再次转绿灯作为买点之外，其他的情况在这之中，在 584.466 之下，都一样作为看跌的一个方向。我们再看到 MSTR
MSTR 最近是2个绿灯，还算是比较强势。而在5月9号呢，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决策阴线，一个假阴线？那假阴线之后呢，是上破还是下破？在周一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关键的变盘 K 线是 BVD 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那么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我们把它作为防守位。价格如果出现了收盘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那么如果你持有本次反弹多头筹码了，那是不是在这里就要小心风险啦？它这里就容易出现回落高点的确认。而目前它这一根 K 线是不是有产生压力？这是 BVD 告诉我们的一个结论。而我们通过红绿灯也可以看一下周一的撑压位。周一关注低点支撑是 411.125， 高点的压力是 435.255。如果周一出现跌破关键的低点支撑，那么是不是更加我们去判定高点形成？下一只标的看到 PLTR 在前期大跌之后，基本上把这个缺口快补掉了，出现了红灯，而后再次绿灯，是一个超跌反弹。在上方出现下跌时，下穿 K 线是这一根阳线，下穿之后呢出现突破，所以延续了一下反弹。那么因为它股价出现暴跌和暴涨，所以价格整体的走势下方呢出现了2次连续的变盘，而且区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天呢为低点变盘产生了反弹，而后这一天呢因为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所以这一天它是一个变盘的压力。因为处于上涨，所以有高点变盘的可能，所以它的这根阳线的高点是一个压力。这只标的在完全走为回归强势之前呢，我们尽可能还是观望为主，因为做空它也同样是不太合适的。而做多呢，在目前指数环境之下不太建议。所以对于弱势股、强势股之外，像这种曾经的强势股，目前可能会走弱的情况，就关注为主，而不要随便的去想它会快速的回归曾经的强势。因为目前的指数环境，除非再次回归强势，不然的话呢可能性不大。下方呢出现了上台童子，目前有哪一天是下穿的？这一天是下穿的。我们对于 PLTR， 如果你想要去做空的同学，可以看到这一天，它呢除了是下穿 BVD 的零轴，也是上台之后下穿的 K 线。所以这根 K 线如果能被一根阴线跌破，是不是继续看跌？所以这是一个空方点，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还是一个强势的反弹。我们再看到周一时的预测高低点，股价周一低点的支撑是 113.97， 如果收盘跌破它出现红灯，那么往下看到这一个 K 线的低点支撑，而高点的压力是 118.23。 关于这个价格如果能突破，那么是不是回归强势更进一步？因为它又是一个绿灯。再看到谷歌在跳水下跌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晕线，就是这根小 K 线，是不是大 K 线中包了小 K 线？而这一天的大跌呢，它是下穿了零轴，所以最近这个低点变盘产生反弹，但反弹力度一般，而后出现晕线，晕线也被下破，所以当前的谷歌依旧方向是向下去看的，方向是不变的。在下破晕线之后向下看，后续再跌破这根阴线的低点，继续的往下看。所以做空的同学，你找谷歌、找阿斯麦、找一些我们走弱的个股，会比找一些强势个股肯定要好很多。当前在前期的高位出现了反弹的绿灯后转为红灯，而后暴跌，在这个暴跌当中出现了3根红灯，目前没有绿灯，所以保持也是向下的。我们看一下这种走势是否能够一直维持，那一直维持做空的同学，那基本上就不用变了。所以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152.805 作为支撑，如果这里跌破，那么是不是维持红灯？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只要不出现绿灯，就依旧属于反弹，依旧呢延续下跌。高点的压力是 155.405， 关注这2个点是周一的高低点支撑和压力。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SFT， 那么 MSFT 呢是我们取代了 SMCI 的个股，因为 SMCI 呢是弱势股，我们直接呢就看它作为下跌的标的，或者说空方的选择就行，短期内应该不会改变。而像微软呢，它是前期走为强势，大幅的高开之后，处于回补了前方的这个缺口。好，那回补缺口之后呢，我们认为如果指数环境不佳，那么它这种走势它会有比较大的下跌空间，因为它和 PLTR 和 MSTR 不太一样，它的整体趋势依旧是熊市，而像 MSTR 等等个股是目前还保持一个牛市的序列，所以有所不同。就强势股呢也分2种。超跌反弹的和强者恒强的，
那么你做空的话呢，你可能选超跌反弹的，它的做空点会比强者恒强的会好一些。这里的变盘信号是不是底下的这一天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这根 K 线要被跌破才比较明确，目前没跌破，但是它处于红灯之后的反弹无灯状态，没有绿灯，说明这一波反弹力度也是不强的。一旦产生机会，比如说下跌的阴线破位，那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做空的方向。而我们看到它的底下的这个白色块目前上穿了，还没有下穿，所以整体来讲呢，它属于风险区，但是还差个确认 K 线，所以可以作为空头的关注对象。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如果周一有红灯，也可以作为一个空方入场点。低点的支撑是在 437.305， 高点的压力是 442.165， 关注这两个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亚马逊，亚马逊出现了绿灯后的上涨。亚马逊呢是比较特别的一只标的啊，它虽然走势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根红灯，但是它就是感觉不太强势，因为底下的龙头线到现在还没有上穿50，所以它的整体空间呢还不算是一个熊市太高的位置，但是它的 K 线走势又经常是10日星，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它没有红灯，所以整体的空方没有说特别强的时候，但绿灯之后呢，往往是震荡的上涨，所以它的加速不太长久。我们看到这个绿灯之后，走出了连续2天10日星，也是出现了一个三小顶信号，但是没有出现跌破。所以目前的亚马逊在弱势上当中，三小顶后可以作为冲高的获利兑现也是没问题。变盘 K 线在连续流出之后，这一天是流进的，所以它的高点为压力，这个位置如果能够顺势收盘跌破三小顶的防守位，那是不是也是一个高点的风险区啊？而我们再看到它的股价的运作，它的周一的高低点预测，低点的支撑是 192.11， 高点的压力是 195.64， 关注这两个价格。最后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昨天呢虽然有些利好，但是又是高开低走，跟前期这根 K 线有点类似。当前期这里呢出现了决策假阴后的上涨，所以还不错。这一天呢也是决策假阴，那它会不会跟之前一样能够反包呢？不太确定，不太肯定。但看到龙头线这一天，它这里是 50.536， 所以这一天呢为波段的高点可能。这一天刚好也是当时的高点，绿灯，但是后续是红灯，所以绿灯转红灯是不是方向向下？ 180.65 目前依旧是个压力，它是龙头线的波段高点预测。现在呢是出现了绿灯后的延续上涨，跟亚马逊有点像，但整体的 K 线走势也是不强，而加上前面这里有一个变盘高点的压力，所以这里呢又是冲高回落，小心它的一个压力，除非出现反包能够把它给吃掉，决策假阴才能看涨，或者说是加上一根绿灯也行。在此之前呢，风险为主。看到周一的关键高低点预测，低点的支撑是 176.495， 高点的压力是 180.485，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5月1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美股久违出现三小顶，而且日线、周线包括3大指数同时出现，那么只要出现一根确认阴线信号产生，那么风险将立刻出现。而在此之前，我们依旧保持多头观望，空头小仓位试错为主，这是目前的交易策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